你以為沒錢就不會被詐騙盯上嗎？大錯特錯。當詐騙成為一門龐大的地下產業，最先被吞噬的往往不是有錢人，而是那些生活已經搖搖欲墜的人。詐騙之島這本書揭開了不應被忽視的真相，許多站上法庭的詐欺幫助犯其實自己也是獵物。例如背負債務的單親媽媽，辨識風險能力不足的身心障礙者，無家可歸的街友，甚至那些被囚禁操控的年輕人，都僅僅是為了賺一點小錢，期待一段虛假的感情，或想捉住一個看似能翻身的機會，而被拉進詐騙集团的犯罪鏈中。他們交出賬戶，出借身份，被迫成為車手，最後卻像免洗碗筷一樣被丟棄。真正操盤的集團藏在暗處，而承擔刑責與人生崩壞的卻是那些成為犯罪工具的弱勢族群。這本書提出一個問題：當詐騙案件暴增，司法體系被卷宗淹沒，我們是否太快把所有人都貼上貪心與活該的標籤？犯罪受罰理所當然，但若對貧窮、孤立與制度漏洞視而不見，詐騙案件反映出來的不僅是法律問題，更扎心的是弱勢族群在台灣這個社會無法獲得適當援助的社會問題。若當局不正視社會底層的困境，那麼所謂打詐就只能制造更多悲劇，更難以從源頭斷絕詐騙。詐騙之島這本書提醒我們的是，反詐騙不只是抓住犯罪行為人，更應辨認出那些被社會遺忘的邊緣人。唯有結構性的濟弱制度，不自外於人情的司法體系，才能讓台灣不再是制造犧牲者的詐騙之島。